大家好，我是 AspenCore 旗下电子工程专辑EE Times China 主分析师顾正书今天有幸借这个机会呢，与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个主题：如何构建基于 RISC-V 的 MCU 新生态。我们将从以下这个7个方面来探讨这个如何来构建这样一个 RISC-V 的生态。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RISC-V 这个 ARM 的它的这个生态是如何建设的，借鉴一些经验。然后呢，我们看一下 RISC-V 的生态现在如何面对的这个挑战。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微处理器 MCU 这个市场。这是一个其实在全球来看，已经是接近200亿规模的这样一个市场。据这个预测呢，今年可以达到190亿，明年呢就会超过200亿。那出货量呢也是相当可观，预计的今年呢会超过250亿颗 MCU 芯片。预计呢到2028年，这个市场呢就会增长到360亿这么大的一个规模。这样的一个市场呢，目前来说主要是由 ARM 这个内核来这个统治。那我们相信 RISC-V 呢在这个市场呢也会有这个用武之地。那这个MCU 呢主要是用到这些哪些方面呢？我们这边列出来6个这个应用的市场其中最大的呢就是汽车 MCU。这个据这个 IC Insights 最新的统计哈，今年虽然这个芯片缺货，特别是汽车这一块但是呢，今年相对于去年的这个汽车 MCU 的增长就超过20%，是达到了76亿美元的规模。我们知道这一块呢是应用呢是占整个 MCU 市场的40%。那第二呢，就是工业应用占了30%。那剩下的30%呢，有消费电子家电物联网还有这个传统的这个计算机网络这些来这个占据。那我们从这个设计的方向来看呢，我们这也列出来6个这个 MCU 设计的方向。首先就是智能化这个 AI 的功能这样逐渐的成为这个主流，针对新型的应用。然后呢，就是这个性能 performance 就这个算力就会越来越强，无论是 RISC-V 的内核还是 ARM 的内核。在算力增强的同时呢，这个功耗也是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吧？那另外呢，就是安全无线连接还有这个 PPA 这个尺寸的这些6大的这个设计这个方向呢是值得这个我们这个 MCU 厂商和设计师来关注的。那具体到我们中国大陆和台湾本土的 MCU 厂商，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发展这个时期。我总结了一下，有这个5大因素来驱动这样的发展。首先呢，就是从大环境来说，国产替代，知道中美这个科技战这些贸易摩擦这会带来的这些这个国产替代的这些机会。另外来说，今年呢也因为芯片短缺，特别是汽车这个领域，估计呢这也会到明年还会持续，可能到2023年才能缓解。那这对本土的 MCU 厂商来说很好的机会。然后从市场的角度来说，物联网呢带来的很多新兴的应用。还有一个就是从这个指令集内核这一块，我们看到 RISC-V 它是个新兴的，带来了更多的选择。还有一个满足了这个自主可控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最后一个驱动因素呢，就是这个边缘计算这样的一个边缘 AI，让这个 MCU 呢，增强它的这个就地处理能力。我们来看一下基于 ARM 的 MCU 这个它的这个生态建设。其中最主要的我们看到这个微处理器内核 Cortex-M 系列，这里面就是 ARM 呢，它从 M0一直到 M7这个很完整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规划。那这个对这个 MCU 厂商来说很清晰的一个线路图，你只要跟着 ARM 来走，授权它的这个内核，开发自己的这个MCU 就 OK 了这一点呢可以值得我们这个 RISC-V 的生态来学习。那当然，除了这个内核，除了硬件之外呢 ，ARM 也提供了一系列这个软件开发工具，这个包括开发环境 IDE 编译器这个接口还有这个嵌入式操作系统以及这个完善的第三方的工具链，无论是开源的还是商用的，还是比较丰富的。那这里面呢，我们这个列出了一些基于 ARM 这个不同内核的这些 MCU 芯片，它的型号也是代表了主流的这些厂商。目前来说呢，这个
在国际这个全球范围内，这个国际的 MCU 厂商其实也不多了，就被这些大公司说这个垄断，包括你是有 ST 啊、瑞萨、恩智浦、英飞凌Microchip 等。当然说在这个中国大陆、台湾呢，这个 MCU 厂商现在还很多，可以说是百花齐放。我这里面也是根据这个应用的6大的应用领域列出了一些有30来家这个主要的厂商。台湾呢也有这些也有5大这个 MCU 厂商，另外呢其他的还有20多家，就是可能相对来说初创的或者规模小的这样的这个厂商，总共呢有这个50多家这个 MCU 厂商基本上都是基于这个 ARM 内核，当然呢也有一些开始尝试做这个基于这个 RISC-V 内核的 MCU。这里呢我们以这个ARM MCU 的一个代表厂商 ST 来为代表来看一下它是如何成功构建 STM32 的 MCU 生态的。这里面这个表很清晰的列出来了，从2007年一直到今天，这个基于这个 ARM Cortex M 的32个 MCU 的这个产品线路图，每年发布的这些型号，从最低功耗的一直到最高性能的，甚至现在的这个无线的这个 MCU， 那 ST 呢都有这个完整的这个产品线路。那这里面呢也是从这个从内核以及它的性能来这个矩阵这里面呢当然也有这个双核的 M4 加 M7 甚至 M4 加 A7 的也有这个新增的这个无线的系列的这个呢是比较完整的这样一个产品矩阵。然后除了这个芯片之外呢，硬件之外，这个 ST 呢还有完善的这个软件开发平台，就是 STM32 Cube， 这里面呢就是对客户开发商这个设计工程师来说，从配置到开发到编程到这个监控调试驱动甚至扩展都有完整的这个工具可以使用。那另外呢 ST 呢也是在中国这边呢也是建立了完善的这个合作伙伴这个生态包括这个云接入平台及全球这个各大这个云服务商其实都有这个来接入另外也有这些嵌入式操作系统无论是全球范围的还是中国这边的我们看到有开源的 RT Thread， 待会儿我们会稍微介绍一下，还有这些开发工具、开发板、烧录器，各种各样的这个软件硬件开发工具。最后呢，值得提呢，就是 ST 呢也是很早在这个中国呢启动这个大学计划，与大学合作建立实验室来这个从学生来培养它的这个生态用户。当然说从中国这边呢，这个兆易创新也是一个代表性的 MCU 厂商，它也是有很完善的，这家公司有完善的这个 Cortex M 系列的这个 MCU 产品，从低端的到主流的也是高性能的。那在这个图中的右边呢，我们值得一提的就是它19年就发布了这个 RISC-V 内核的 MCU。那现在呢，兆易创新也与新来科技来共同来推进这个基于 RISC-V 内核的通用 MCU 的产业生态。那GD32呢生态合作伙伴也有比较完善的这样的一个合作方案，软件硬件开源的这个商用的那当然呢，它这个兆易创新也有这个做的比较早的这个大学计划，与很多大学合作开展这个创业竞赛设计大赛这一系列的这个活动来这个带动这个GD32生态的发展。前面我们讲了这个 ARM 的这个 MCU 的生态，那现在呢，我们主要的来看一下基于 RISC-V 内核的 MCU 它的发展这个状态。那这个 RISC-V 的发展，我们知道这几年比较火，大家都比较熟悉了。除了这些行业组织来推动，还有这些内核的 IP 的开发商无论是开源的、商用的，那还有一些国际大厂呢，都来提供支持。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看到也有一些基于 RISC-V 内核的这个开发商呢，他们的 MCU 的开发芯片呢已经推出，甚至说已经进入量产。那这里面呢，我就挑选这个新来科技它的 RISC-V 这个内核来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这里面也是它的规划图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新来科技是推出这个蜂鸟 N203 的这是开源的
基于这个一系列的这个 N100、200、300、600，甚至最新的这个900都有这个很详细的规划，而且呢，它对这个跟这个 ARM 呢也有这个相应的对标，这样子方便这个使用者呢来这个借鉴参考。那另外一家公司呢，就是这个是 MCU 厂商，这个值得提一下，就是庆恒威，这是南京的一家这个 MCU 厂商，他们从2017年就开始自研 RISC-V 内核，他们也推出了这个第一款这种2线调制接口，这样子可以加快这个调制速度。另外呢，也支持这个字节和半字节的压缩指令，这个呢，他们也提交给这个RISC-V 基金会，也是在积极的这个来推动这个 RISC-V 这个发展。这一家公司呢，他们基于 RISC-V 内核呢已经有完善的产品线，也是基于他们现有的产品这个接口，像 USB 接口、以太网，现在新增的这个蓝牙，他们有些型号已经大规模这个量产，达到100万级的这个出货量。那当然，除了硬件内核之外，还有这个软件开发工具，这些目前来说主流的这些商用的开源的这些都已经支持这个 RISC-V， 像 IAR、劳特巴赫、赛格这些，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UltraSoC 这家是英国的一家公司，他们也提供了这个为 RISC-V 的社区呢提供了这个处理器的跟踪调试，这家公司应该是现在是被这个西门子收购的。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叫Mount River Studio，这个工具呢，它一个方便之处就是支持从 ARM 直接转换到 RISC-V， 那方便这些开发者呢，一键这样子就转移到从 ARM 切换到这个 RISC-V， 就这样的一个便利工具。在这个 ARM 的生态建设中呢，我们看到也有这个需要这个操作系统。那一方面，现在这里我们这边列出来2个，一个是这个开源的，目前发展的比较好的就是 RT-Thread，这家现在已经构建了这个很完善的这个生态，也在积极的支持这个RISC-V， 积极的参与 RISC-V 的生态建设中。他们这个具体的呢，对 RISC-V 的支持就是一些这里面列出来的一些厂商的芯片这个型号，它已经兼容，已经支持，无论是32位的、64位的，一些开源的软核，都提供了这个支持。还有一个就是华为的这个鸿蒙，我们知道这个鸿蒙现在是它的手机上用鸿蒙系统来替代这个安卓系统，这个我们知道鸿蒙系统的不单单是用针对手机，它也可以用于这个小屏幕的，甚至各种物联网这个嵌入式这些系统。这个华为原来这个 LightOS 现在也并入到鸿蒙里面，这样呢就是统一的操作系统，来这个弹性的部署，这个对开发者来说一次开发。我也跟这个他们华为这边海思的 MCU 的这个产品负责人也聊过，他们现在 RISC-V 这块无论是硬件开发，鸿蒙的这些知识这一块都有比较这个强大的支持，因为借助这个华为他们这个号召力，相信这个 RISC-V 在中国这边呢，会有很好的这个推动作用。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来构建这样的 RISC-V 的新生态，需要面临的一个挑战。那首先呢，我觉得这个 RISC-V 这里的处理器内核呢，它不像 ARM 那么单一家公司这个一个很明确的这个产品规划，这个 RISC-V 呢面临着有开源的、有商用的、有自研的，这样呢就是这个比较难以统一规划。第二个呢就是厂商 MCU 厂商呢，它一方面有这个 ARM 内核的，另一方面也有 RISC-V 内核的，这个怎么去权衡利弊？这个资源知识内部调配呢，这个可能会有一些纠结。其他方面呢，就是软件开发工具虽然也都比较完善，但是呢，相对于 ARM 来说呢，还是不够丰富。开发者包括社区参与的人呢，最后呢，我觉得我们也是这个开源硬件的这个模式因为这个开源软件，那这个 Linux 这个比较成功，可以借鉴，但是开源硬件呢，毕竟和软件还不一样，这个也是需要这个来探索。也是涉及到这个各个方面，需要这个生态里面的各家这个合作伙伴来一起来这个应对。当然我们呢这个 AspenCore 呢，作为一个媒体平台，也希望是这个利用我们的这个媒体来这个推动RISC-V 的这个生态的健康发展，特别是现在这个基于 RISC-V 的 MCU这样的一个
无论从市场的角度，这些都是比较好的。好，那感谢大家，我的分享就到这里。